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和我们过不去？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立陶宛等国不断的和我们交恶，德国、法国、瑞典、丹麦等也时不时的恶心下我们，好像我们被整个国际社会给孤立了一样。其实，如果大家仔细的观察，就会发现，不仅仅是中国有很多敌人，美国和俄罗斯的敌人也非常多。中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古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都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无可能，波罗的海三国和几乎整个西欧国家，包括德国、法国、英国也都是俄罗斯的敌人。中美俄都有很多的敌人，但是法国、德国、英国有几个敌人，主要也就俄罗斯而已。印度有几个敌人，主要也就中国和巴基斯坦2个而已。很多小国甚至连一个像样的敌人都没有。其实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强者才会有敌人，弱者是不会也不会有敌人。弱者别人一欺负就投降，自然没人把他当敌人来看待。强者不屈服于强权和欺凌，自然会有很多的敌人。弱者没有敌人，但也没有朋友。强者则不一样，强者不仅仅有大量的敌人，也有大量的朋友。中美俄都有大量的敌人，也都有很多的朋友，但是大家仔细的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朋友和美国、俄罗斯的朋友是不一样的。我们的铁杆朋友非常多，美国有多少？日本、韩国是美国的朋友，但是你觉得那是真朋友？美国只不过把他们当成自己的朋友而已。欧盟是美国的朋友吗？如果是真的朋友，法德也不会总想着建立属于自己的欧洲军队，那些国家只不过是被美国控制了政治、经济或军事，不得不做美国的朋友而已。那种朋友根本不是真的朋友，因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从属的关系。美国真正的朋友可能也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几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其他国家美国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真的朋友。俄罗斯有多少真正的朋友？中亚5国，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等国家。但是中国呢？中国的铁杆朋友远远比他们都要多。中国有多少的铁杆朋友？在大家的印象中，巴基斯坦算一个，塞尔维亚算一个，柬埔寨算一个。如果让大家再说，恐怕说不出。但事实上，中国的铁杆朋友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只不过有些国家比较低微，大家没有关心和理解。下面我们就和大家说说中国的铁杆朋友到底有哪些，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形成？中国最铁的朋友是谁？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说是朝鲜。其实我认为中国最铁的朋友是朝鲜和江西。很多人可能不会认同我们的答案，但是没有关系，您继续看下去，或许就会认同我们的结论。前段时间我们漏掉了一个重大的新闻，中朝友好合作部署条约取消。为什么会漏掉？2个原因：第一，官媒没有大规模的宣传和报道；第二，外交部没有给出直接而明确的答案。2021年7月，有记者提问，此前中朝2国领导人就中朝友好合作部署条约签订60周年不？请问中方是否已经与朝方续签了该条约？当时外交部赵立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告诉你，根据中朝友好合作部署条约规定，该条约在未经双方就修改或终止问题达成协议以前将一直有效。我相信大家看完赵立坚的回答以后，一定会有疑问，到底有没有签？怎么不给出一个直接的答案？我们为什么要特意提出中朝友好合作部署条约？这个条约里面后面提出有一个条款以防重大，也就是条约中的第2条，缔约双方保护自己法律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地方侵入。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攻击，因而属于象征性的，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具体全力给予军事基础。说白了，如果哪个或哪几个国家入侵中国，那么朝鲜必须尽其全力援助中国，反之亦然。其实这等于是军事同盟啊！在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中，军事同盟无疑是最高级别的，因为彼此把性命和对方连接到一起了。除了第2条，
还有一个条款也非常重要，也就是条约中的第3条，缔约双方均不缔结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参加反对缔约双方的任何集团和任何行动或措施。这条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中国不和与朝鲜有敌对关系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也不得参与和朝鲜有敌对关系的国家或同盟制定的针对朝鲜的任何行动或措施。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和韩国是同盟关系，他们想要经济制裁朝鲜，那么中国就不能跟着美国和韩国一起经济制裁朝鲜。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如此重要，它总有一个有效期的吧？1961年7月1日，中国和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生效时间为当年的9月10日，有效期为20年。如一方要求修改或终止，需在期满前半年内向对方提出，否则条约自动延长20年。条约于1961年9月10日生效，在1981年、2001年2次自动续期，第3次自动续期的时间是2021年9月10日，现在已经是11月份，双方并没有在期满前半年提出修改或终止的要求，所以很明显的是，条约又自动续签了20年，现在的有效期将到2041年。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为什么要和朝鲜签订这样的协议？其实答案很简单，朝鲜战争，美国和韩国只是和中朝签订的停战协议，并没有和朝鲜签订和平条约，而且美国至今也没有同朝鲜办党特使，这又是什么意思？美国只和朝鲜签订了停战协议，韩国并没有签订。另外，大家也经常在新闻上看到某个国家内部的派系刚签订了停战协议，转眼之间又找个借口打死，所以想要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必须要签订和平协议。当两个敌对国家签订和平协议以后，那么会在协议中有这么一条，如果一方想要终止协议，必须在协议到期前提前15年终止。签订和平协议有什么好处？比如我和你签订和平协议，但是我现在又不想和你和平，想打你，那么我就必须提前1年或2年终止。那么你至少有1到2年的备战时间。如果你违背协议，那么必然在世界范围内丧失道德，以后将没有任何国家敢和你签订任何协议。正是因为这个，很多国家就不会轻易的与自己有恩怨的国家签订和平协议的部分，因为北方特别直到现在都没有和俄罗斯签订和平协议，美国只和朝鲜签订了一个随时可能出手的停战协议，没有签订和平协议，韩国连停战协议都没有和朝鲜签订，朝鲜时刻不能分离。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如果中国不同朝鲜和平，那么必然会形成巨大的消耗，那时中国的国力是难以抵抗的。另外，中国也不想在其他国家长期拥有后勤，所以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只在朝鲜待了10年，到1958年的时候就全部撤出朝鲜。志愿军撤出朝鲜以后，如果美韩再打朝鲜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就有必要和朝鲜签订一个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其意思就是告诉美韩，如果你们敢在对朝鲜发动战争，那么中国就必然会再来一次抗美援朝。所以毫无疑问，朝鲜是中国最铁杆的条件。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和朝鲜已经超越了朋友关系，而是盟友关系。虽然中朝之间也有一些矛盾，虽然有很多人看不懂中朝关系，但是条约能连续3次续签，这就说明了一切问题。中国第2个铁杆朋友就是巴基斯坦。中国和巴基斯坦这种铁杆关系是如何来的？我相信这个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描述一下。2战以后，美苏冷战开始，当时的印度是当苏联的，直到现在，印度的宪法曾规定印度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总想封闭巴基斯坦，恢复印度的庞大领土面积。印度和苏联走到一起，那么美国就必然要支持巴基斯坦大家支持。在开始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是比较好的，而巴基斯坦是和美国一起的。后来，中国和苏联交恶，印度也不断的入侵中国，于是中国教训了印度一顿。这个时候，美国和苏联为了共同对付中国，就都支持了印度。美国和苏联都支持印度对付中国，巴基斯坦自然也会被美国支持保护。当时巴基斯坦和中国印度获得美国和苏联的支持，
就开始封闭巴基斯坦，不断的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并把跟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印度，中国就站到了巴基斯坦的背后，不断的威胁印度。如果印度敢继续欺负巴基斯坦，那么中国必然不会坐视不管，然后中国就不断的给巴基斯坦提供各种军事援助，支持巴基斯坦和印度对抗，于是中巴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最终巴基斯坦成了我们的巴铁。中国第三个铁杆朋友就是塞尔维亚。二战后，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马其顿、黑山组成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些国家都是南斯拉夫人，他们合并成了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联邦制国家。南斯拉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铁托。二战后，苏联为了让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到全世界，为了解放全世界所有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便不断的开始向外输出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简称国际共运，不断的干涉别国内政。按照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主要负责向欧洲输出革命，中国负责向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同样的道理，那时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为了将自由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在集体中是没有自由的，也不断的干涉别国内政。所以当时的美苏争霸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彼此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的干涉别国内政。现在的联合国宪章中明确规定，互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就是因为当初苏联和美国不断的干涉别国内政，苏联建议社会主义逐渐式微，以无力，也不想干涉别国内政，但是美国依旧在不断的干涉别国内政，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了无数的动乱，1945年，约瑟夫·弗罗兹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起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但是他不愿向外输出革命，不愿干涉别国内政，只想管好自己国家的事情，民族共产主义被斯大林不断的批评。在二战之前，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列强不断的干涉中国的内政，让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毛主席其实也是想对外输出革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帝国，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1956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出了多年来一直深藏在自己内心的意见，说斯大林不坚持他是共产主义，认为他是犯罪者，所以中国和塞尔维亚的感情要追溯到南斯拉夫时期的铁托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毛主席在斯大林的压力下被迫六次批评很多的狭隘和错误，但是其实毛主席是真的在为美国人服务。1991年苏联解体，南斯拉夫也跟着解体。1992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南联盟。苏联虽然解体，但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南联盟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欧美国家为了把俄罗斯彻底的从中欧排除，在1999年的时候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城市，就是在那次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们的大使馆。网络上有很多关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视频分享，绝大多数都是靠谱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南联盟击落了美国一架当时最先进的直升战机，然后南联盟政府秘密地把这条长期的长城设好，带有已经涂料的8份多层楼的高温设备移交给了中国，存放在大使馆的地下室中。美国为了防止这个核心技术被中国获得，就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这纯是子虚乌有。美国轰炸南联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道义上一直在支持南联盟，于是美国把南联盟抵抗的原因推荐给中国，便轰炸了中国的大使馆。说白了就是中国支持南联盟，美国就教训了中国一下，纯属杀鸡儆猴。2002年，南联盟解体，分裂为两个国家，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而科索沃作为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也在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去以后，得到了108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但是直到现在，中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等90个国家或地区仍不承认科索沃的独立。现在大家知道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为什么会那么好了吧？中国和塞尔维亚在铁托时代的关系是非常好。在南联盟时期，
中国正是因为支持南而被美国轰炸打击。现在中国依旧不承认科索沃，除了朝鲜、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这三个铁杆盟友，中国还有很多铁杆盟友。2021年7月，香港南华早报记者陈江山在说，中国外交声明的英文版本比较少使用铁杆，南人多意词形容中国和他国的密切关系。如今，这一词已经用在了14个国家上。这14个国家都是哪些国家呢？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里、马耳他、纳米比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坦桑尼亚、也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其中巴基斯坦和塞尔维亚都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在上面的文中也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解释了。但是其他国家大家都不怎么熟悉，甚至可能有所怀疑。比如很多人就怀疑，巴西怎么能够称得上中国的铁杆呢？巴西总统有时不也说中国坏话？有时大家总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我的朋友就应该在所有方面都支持我。其实这是不对的，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奴隶，也不是你的仆人，他也有自己的思想和利益，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和你一致。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的。不要说朋友了，就算是你的亲人，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支持你的，不可能永远和你没有任何矛盾。有些人总喜欢用一些小矛盾来否认彼此的全部，这是要不得的。比如在疫情期间，巴西总统就公开说不会购买中国的疫苗，有些人就认为巴西和中国的关系不好了，这是一种严重的短视。只有那些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朋友，对人际关系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有的想法。巴西是和中国有一些小冲突，但是你知道中国在巴西有多少投资吗？目前中国在巴西投资已涵盖油气、工业、银行业等几乎所有的重要行业。比如中国国家电网对外投资的50%投到了巴西，中国三峡电站30%的对外投资投到了巴西。在原油、航空行业，中国的投资也占非常大的比例。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几乎对巴西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都有投资。试问，如果双方关系不好，巴西能让中国投资那些核心的领域？同样的道理，还有很多国家比较小，我们在新闻上看不到太多的新闻，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和我们关系不好。比如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里、马尔他、纳米比亚等等国家，我们都很少在新闻里听到他们的消息，但事实上，他们和中国非常类似。除了新闻中所说的巴西、埃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里、马尔他、纳米比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坦桑尼亚、也门、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14个国家中，中国还有很多铁杆朋友没有在新闻中被公布的地方，比如朝鲜、委内瑞拉、古巴、柬埔寨、老挝等也都是中国的铁杆盟友。除了已经是中国铁杆盟友，还有很多国家也有成为铁杆盟友的前提。比如这些年缅甸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新上台的阿富汗政府也和中国关系不错，还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都和中国有着牢固的基本和政治关系。这样算起来，中国至少有20多个铁杆盟友。朋友不够，只有强者才会提出有很多的敌人和朋友。朋友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不用担心敌人多，因为王者之路必然充满了坎坷和荆棘，英雄也必是从千军万马中浴血杀人，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途中，也必然充满了挫折。翻开双臂。